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飞行专家王机长 YouTube 官方频道。各位好久不见，又到了大家期待的航空事故科普时间。这回给大家讲讲空难史上著名的美国联合航空232号班机事件，也就是苏城空难。本次的飞行员也是神机组。1989年7月19日，一架麦道 DC-10客机正在执行从丹佛飞往芝加哥的美国联合航空232号班机任务。这架飞机在1971年交付给美国联合航空公司。截止本次飞行之前呢，这架飞机已经总共运行了43401小时，完成了16997个起落。目前飞机正在37000英尺，也就是11278米的高空飞行，一切正常，天气也很好。本次航班的机组成员经验都很丰富。正当他们觉得这又是一次枯燥无味的旅途之时啊，出大事了。下午3点16分，飞机尾部的发动机突然发生了爆炸。怎么回事呢？原来是发动机里的风扇盘出现了疲劳裂纹，然而这个问题之前并没有被检测到，最终在这次飞行中出现了断裂。其实就算这个发动机爆炸了失效了，飞机靠另外2具引擎也能维持飞行。不幸的是啊，发动机爆炸产生的碎片击中了飞机上的液压系统。本来有3套系统是可以独立工作的，其中的某一套出故障，其他的也还能基本维持飞行。可是问题就在于这3套液压系统有一个交汇点，碎片正好打到这个交汇点上了，这不 BBQ 了吗？液压油一下就全漏光了。但这些其实飞行员目前还都不知道。我们说回驾驶舱，爆炸之后飞机剧烈的抖动，几乎失控，副驾立刻握住操纵杆并关闭了自动驾驶仪。机长观察仪表后发现2号，也就是尾部的引擎出现了故障，同时液压系统也无法工作。机长关闭了2号发动机。随后机组发现飞机的所有舵面都不能控制，并且还向右滚转的越来越厉害，几乎就要翻过去了。这时机组终于发现了问题，飞机上的液压油一滴不剩，全漏光了。在此之前，这款飞机还从来没有出现过液压油全部漏光的问题，就连手册里都没写发生这种事儿应该怎么办。没有了液压，飞机的舵面将完全无法控制，也就是说这会儿飞机的操纵杆变成了根铁棍。千钧一发之际飞行员想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解决办法，通过精密的发动机差速控制来实现。一边推力大，一边推力小，飞机就会往推力小的方向转。同时推油门，升力变大，飞机爬升，反之下降。终于在这九死一生之际，飞机暂时恢复了稳定，但没有舵面的控制，飞机仍然非常危险。这会儿机组就该考虑把飞机降落到哪儿了。照目前这个情况几乎是不可能飞到原先的目的地的。他们选择在距离较近的苏城机场降落。这时客舱里的一位 DC-10的教员主动来到驾驶舱辅助机组飞行，蹲在驾驶舱中间控住油门，这让机组松了一小口气儿。飞机一直在自己向右转，但苏城机场在左侧，飞行员决定不冒这个险强行左转，而是右转一个大圈来对准机场。当然途中飞机也总会出现不受控制的滚转、爬升和俯冲，不过危险都在机组的非常精密的控制之下化解。飞机距离苏城越来越近，客舱内也在为最后的迫降做准备。因为飞机的液压油全部漏光了，襟翼、扰流板都没法开，所以进场的速度要比往常快很多，而且又是控制引擎来实现俯仰，所以这是一回近乎不可能的着陆。机长把这一情况毫无隐瞒的如实告诉了乘客。随后机组用重力放下了起落架，万幸的是起落架锁定好了。虽然起落架放下，飞机阻力变大，可以实现减速，但目前飞机仍然比正常进场快了70节，约130公里每小时。从来没有 DC-10以这种方式成功着陆过。最终惊心动魄的时刻就到了。机组插上安全带，飞机摇摇欲坠地向地面冲去。飞行员们从未放弃操控飞机。此时机组的内心其实也十分慌张，不过他们仍然勇敢地握紧操纵杆。然而遗憾的是，飞机还是受损太过严重，狠狠地摔在了地上。最终飞机还是坠毁在了跑道旁边，机上296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中有112人遇难，184人幸存。再次向所有遇难者表示哀悼。虽然发生了死亡，但这仍然是个奇迹，机组仍然是英雄，因为在此之前从没有人想到并做到用这种方式来迫降。如果不是机组的沉着冷静和机智应对，本次事故将可能导致全员遇难。
事故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发动机制造商通用电气生产过程中的漏洞。飞机维护之时未检出疲劳裂纹也是问题之一，但其实以正常的流程找出裂纹是非常困难的。飞行员因其英勇表现获颁了民航界的最高荣誉奖，让我们一起向英雄机组致敬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2003年，本次航班的机长参加了一个航空安全研讨会，会上正好有一位 DHL 的货机机长。这位货机机长在之后正好遇到了巴格达 DHL 货机遇袭事件，飞机挨了发导弹，液压油也是漏光了。他凭借前人的经验，最终化险为夷。好的，那这就是我们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可以点赞订阅并开启推送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其他影片了。这里是飞行专家王机长，那我们下期再见。